风起洛阳大结局了，这个结局你满意吗？12月29日，风起洛阳迎来大结局，一切真相浮出了水面。有些结局大家猜到了，有些结局大家没猜到。比如大家都猜出来武幽绝是大 boss， 但很多人没想到他就是归藏凤。当时大家猜测公烟或者青叶是高秉烛的妹妹，结果大结局告诉我们他的妹妹还没有找到等等。那么风起洛阳的众人究竟都迎来了怎么样的结局呢？赶紧跟小编来看看吧，随手点赞加关注，走过路过不迷路。Hello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最近由谢泽执导，黄轩、王一博、宋茜领衔主演，宋轶、咏梅、刘端端特别出演的古装悬疑剧《风起洛阳》，终于在12月29日迎来了大结局。这个古代版的谁是凶手，幕后真凶浮出水面，他就是凤玉郎武幽绝。但是武幽绝并非是春秋道，而是幕后的黑手归藏凤。春秋道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百里宽人被抓，东川王被刺等等，皆是他的手笔。但是最后武幽绝精心策划的一切就此破灭，他不甘心，想嫁祸于高秉烛。高秉烛当面揭穿他的阴谋。武四月手持芙蓉牡丹令牌来抓武幽绝，武幽绝彻底心灰意冷。前几天高秉烛把武四月约到不良井的时候，就把武幽绝的所作所为都揭露了出来。武四月不相信武幽绝是指挥春秋道兴风作浪的幕后黑手，可高秉烛言之凿凿。高秉烛担心武幽绝把武四月扣下，事先做了一块假的芙蓉牡丹令牌，让武四月把真的令牌交给了柳然，还安排柳然和百里弘毅昨晚来见他。武四月劝他束手就擒，愿意陪他去向圣人请罪。武幽绝坚决不干。武四月突然看到柳峰躲在角楼上，弯弓搭箭，瞄准武幽绝。他奋不顾身推开武幽绝，被冷箭刺穿身体。高秉烛急忙抱起他，武四月微笑长眠于高秉烛的怀里。神都小分队完美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识破了春秋道的阴谋，最终守卫了神都。神都又恢复到了以前繁华的样子，到处都是红红的灯笼，有人在船上唱歌跳舞，有人在河边放灯许愿。高秉烛和百里弘毅站在桥上，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两人相视一笑。随后百里弘毅向高秉烛告别，说是后会有期。等百里弘毅走后，高秉烛看着这一切满意的笑了。这个结局真的太让人意难平，只有百里弘毅跟柳七娘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两人远离神都，归隐田园，而武四月为兄长挡箭身亡，真是可惜。高秉烛却永远失去了自己最爱的女人。高秉烛带着武四月的遗愿，一边继续守护神都，一边继续寻找自己的妹妹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结局挺让人意难平的。先不说武四月痛失主角光环，各个角色的设定总有那么一点迷惑。比如柳十郎和佩阳的戏份不少，尤其是柳十郎被骂了很多集的家戏，而他竟然是整部剧中最先确定武幽绝身份的人。起初大家都说这个角色不讨喜，不知道在剧中起了什么作用，感觉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小配角。同时又在感叹这部剧的演员数量庞大，几乎每一集都会有新的人物出现，也会有人下线，打打杀杀的场面不断。这一次柳十郎终于起了一次大作用，而这个作用居然是杀死了女主角，这是逼着高秉烛断情绝爱呀。但是柳十郎并未被判处死刑，而是由自己的父亲带他云游四方，换了一种方式去赎罪。毕竟他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要杀死武四月这个大功臣。再说说百里弘毅，堪称是本剧的人生赢家，最后不仅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成功归隐，得了个逍遥自在。作为神都小分队的一员，百里弘毅也是非常悲催的。他的阿爷在新婚夜被杀，他为了查找凶手，被卷入春秋道一案之中。他手无缚鸡之力，却凭借自己的机智，成为神都小分队的智囊团。随着查案的深入，他又失去了自己的贴身护卫申飞，最后竟然发现自己的亲哥哥是春秋道的长春使。做人做到百里弘毅这份上也是没谁了，亲自去圣人面前检举自己的哥哥，大义灭亲。还没能探查哥哥究竟为什么加入春秋道，哥哥就被抓了，没多久就被处死了。在剧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，从告密者前来到父亲在自己的新婚夜被杀，后来自己很多次差点丢了命，自己的亲哥还想拉他入伙，他经历了太多。百里弘毅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，最后只剩下七娘。幸运的是他有亲娘的陪伴，大结局圣人奖赏他，给他封侯，并且让他接任父亲的职位，让他入朝为官。可是他拒绝了，
因为他的理想就是看遍天下美景，尝遍天下美食，钻研各种机关之术。他查明了父亲死亡的真相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却也不想再走父亲的路，而是想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百里弘毅的结局就是带着妻娘到处游山玩水，品鉴美食，有各种技能在手，你还担心他养活不了自己和妻娘吗？从那个不问世事，只喜欢品鉴人间美味的公子哥，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工部侍郎，百里弘毅自身的品质也被大家看到。他刚正不阿，才学出众，在最后与高秉烛的谈话中，每一句话背后的意思他都能够听懂领悟，在最后关头来到不良井找丑翁帮忙，才解决了大麻烦。所以看到最后最圆满的人也就是百里弘毅了。不过说到这里，还是不得不吐槽柳家这一家子人的工具人属性太浓，都快溢出屏幕了。在风起洛阳，各种拖后腿，充当搅屎棍，在编剧需要时就出现。首先是柳然柳七娘，爱慕百里二郎，对这个角色大多数的印象大概就是成天二郎，他的前妻有点拖后腿，恋爱脑上头，破坏了百里二郎的计划，差点害死他，以至于让包括小编在内的一大票观众怀疑他是反派派来的卧底。不过好在七娘后期成长，做到和百里二郎共同承担，不再那么咋咋呼呼。只是虽然柳七娘是成长型的人物，但她还是偏工具人多一点，用来丰富百里二郎的人设，还有完成谈恋爱的任务。其次是柳七娘她爹柳氏，在柳七娘离家出走的时候，她离家出走多年的亲爹柳氏回来了。最后是柳十郎，在百里二郎查西域商人时，柳十郎从西域回来。当然最重要的是柳十郎有多工具人，前面已经说了，就不再多做赘述。但是从观众们的反应来看，柳十郎这个角色可真不是一般的讨人厌，最后居然只判了出家。不少观众都表示这罚的也太轻了，有点无语，这难道是工具人的福利吗？等等。不过要说这部剧出彩的地方，可能就是王一博了。虽然大部分的时候全程背锅，但是老实说，其实人家这次的演技真心没有那么不堪。如何评价王一博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呢？只能说出乎意料，对人物的拿捏非常到位，对剧中人物有着自己的见解，该高兴是高兴，该难过是难过，将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彻底表现出来。百里弘毅的恨意和隐忍都表现得很好。22载岁月，阿娘早亡，有阿爷的庇护，他纵使不通人情世故，也能自在钻研自己所爱。有阿爷在，他便知道好坏，知道人要磊落光明，要奸计苍生。然杀父凶手几近疯癫，百里弘毅恨的是凶手不断出言践踏，恨的是他敬重依赖的阿爷在凶手口中一文不值，命如蝼蚁，恨的是阿爷之死只有他百里弘毅最在乎。本不愿成亲的百里二郎只为阿爷喜乐，愿意迎亲，没想到一夜之间阿爷惨死，二郎不得不成长，一路探案寻找真相，可凶手就在眼前时却不能下手，为了顾全大局，只能把愤怒、不解、仇恨全部隐忍在这一滴泪里。二郎再无阿爷了。不管是原声台词的爆发力，还是演技的大爆发，这场对峙真的太精彩了。即使心中有着滔天怒意，但为了大局，只能选择克制隐忍。王一博在新剧中饰演的百里弘毅确实惊艳，当然也可能是不少路人从一开始期待值就不高，但有一说一，这段台词感染力和爆发力确实挺绝，相信未来可期。最后再来说说最意难平的武思月，刚看到他领便当的时候，小编甚至都有了想砸电脑的冲动，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但是当小编冷静下来之后，仔细想了想，武思月的结局其实是情理之中的。剧中的黄轩饰演的是一个因误会而被迫隐藏的侦探，其性格幽默冷静，面对女主武思月，两个人可谓是实力相当，能力相当，可以说携手并进。女主也并不是一个傻白甜，在感情中两个人互相爱慕，在两个人互相信任的过程中美好而又期待，没有猜疑，有的只是担心双方的安全，确认双方安全的消息。就是这样无坚不摧的感情下，武思月与高秉烛两个人心心相印，互相爱慕，能力与身手也是数一数二的好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两个人的感情与事业是在同时进行着的。高秉烛四处躲避着仇人的追杀，武思月也在帮助高秉烛做着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儿。正是因为两个人对工作和自己身份的态度，在这样激烈的博弈之中，悲剧近乎是如影随形的。很多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似乎忽略了一点，这本是一部悬疑探案剧，注重的更多的是探案之间的悬疑，感情是锦上添花，绝对不是从中添乱。不过还是要吐槽，虽然设定可以接受，但是导演和编剧对这一设定的展现实在难以接受。
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